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耳先问黄磊，黄磊再问何炅。随后我和王一博聊了聊今年春节档程耳导演继广受好评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带来了新作《无名》。在党取得抗战胜利前夕，影片致敬了奋战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的无名战士。无名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电影手法，在春节档上映的其他影片中脱颖而出。玩拼图游戏很好地类比了观众为了拼凑电影中人物和事件的真相而必须经历的过程。然而，欣赏影片的观众也会从整个过程中体会到非同一般的乐趣。不仅是后来的观众，就连当时参与拍摄的演员，也都因为剧情而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创伤感。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有趣事实。由于程耳写剧本喜欢即兴发挥，演员们直到最后都对自己的角色一无所知。同时担任该片编剧和导演的程耳表示，虽然他看过很多遍这部电影，但每次看到终极秘密揭晓的那一幕，总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虽然这部电影看过很多遍，但每次看到那一刻还是觉得很爽。此版本的视频中实现了哪些新功能？程耳视频背后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只是呈现人们一直认为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元素，而是努力尽可能准确地重现场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环境和真实的背景，也许会帮助我获得比其他方式更简单的质感。在故事的结尾，我希望一切，包括场景、人物和感情，都具有质朴的品质。你担心观众会因为使用无名而无法理解吗？程耳：不，其实我不认为《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观影门槛，尽管如此，无名更直接。整个故事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讲述，尽管故事结构不同，但做起来相当简单。此外，我相信它的众多优势之一就是结局，它在最后非常无缝。尽管我已经看过很多次这部电影，但我从那个特定场景中获得的满足感从未停止过让我惊讶。为什么这部电影中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口音？程耳说，一个城市的母语是它的灵魂，我们永远不能抛弃它。例如，歌曲 No Name 中可以找到粤语、普通话和上海话。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竭尽全力确保剧中人物能够用他们最舒服的语言进行交流。当我们去世界的任何地方旅行时，我们往往会忘记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当地的行话因其怀旧意义而在我们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观众对梁朝伟已经非常熟悉，又该如何融入无名的剧情呢？程耳：因为我们专注于通过他的角色来厘清那段历史，所以他演的这个角色能够跳出既定剧的常规。这个作用相当庞大，就好像是在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地方组织总结一切。后来我和他谈过，他自己也特别认同这一点。这一次，梁先生展现了大人的幽默感，也有轻松的一面。我相信这是对一个人年龄的准确描述。为什么选择王一博？你提到他是你最好的选择。程耳：当时我问过黄磊，我希望你能与我取得联系，并促进与王一博的对话。经过黄磊询问何炅，我们终于在一起了。在片场，导演全神贯注于拍摄是最重要的，任何其他项目都会在这方面分散注意力。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一博不仅对我，而且对其他剧组成员都是成功的。舒服的。他非常恭敬谦虚，有时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其实这也是决定了我们最终能够呈现出如此优质的王一博的原因。因为他的举止和相貌都像一个恭敬的绅士，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提高品格上。你觉得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表现是否达到或超出了你的预期？程耳：对，王一博确实不错。他有资格履行这一职位的职责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在工作中付出了很多努力，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工作现场的工作条件都非常好。一起工作对我们来说很有趣，我们甚至可能做得更好一点。
非常感谢我当初的选择，因为王一博足够的训练，足够的耐心，独一无二的功力，让我在电影《无名》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演绎，这让我震惊。为此，我非常感激。非常感谢您对梁朝伟、周迅和黄磊的表演提出反馈意见。诚儿，梁老师像天使一样亲切友善，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微笑和大笑。每次拍摄前，他都会向执行导演和摄影师微微点头，意思是我没事，拍吧，随意的就像一股暖风。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就跟周迅说要拍民国剧。我提到你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每一场戏的内容都非常丰富，直接促成了故事曲折甚至颠覆的发展。你有兴趣试一试吗？他表示我有兴趣阅读剧本，所以我将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演完戏，周迅就是个演员，演得那么好。黄磊大哥是我的2个兄弟姐妹中的大哥，因为我喜欢飞叶现场写剧本，剧本里没有，是现场写的。这样做的原因是我喜欢他。传单长到一定程度，也就是5、6页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有种担心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表演就在此时，黄磊老师上台了。我注意到，无名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在拍摄时非常低调。诚儿，保护表演者和他们敏感的感受，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演员需要直接贡献他们的身体和面部特征，以及他们在舞台上最暴露的情绪。这是因为演员与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正因为如此，我声明拍板的音量不需要那么大，而且我在拍戏的时候只用尾拍，从来不拍拍头，因为用拍头会引起演员的情绪。破解。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你似乎对坐在餐桌旁互相交流故事的设计情有独钟。诚儿，吃饭比其他活动更重要，因为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吃饭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我们坐在餐桌旁发生的。然而，拍摄人们吃东西的照片并不是最简单的事情，要拍出像样的照片可能相当具有挑战性。然而，当这一点成功完成时，场景的生动性变得压倒性的，其他情节很难取而代之。在这次拍摄中，我们还拍了一堆人们吃饭的镜头，我认为效果非常好。一方面，饮食的细节在我们呈现的叙述中有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挨饿。在我看来，吃戏的成功与否就是以这个特定的标准来衡量的。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